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雕龙小记。有关这期视频的内容其实很难描述，因为主题并不是单一的名词就能描述。可以说这期视频是分享怎样保存资料，或者说怎样备份文章内容，怎样打造自己的知识体系，怎样做一个自己的搜索引擎。以上归根结底其实只是分享几个工具而已，但如果我只是把工具演示一遍，可能很多人想不起这工具啥时候用，这就比较尴尬。正如我做读片工具网址导航时所说，工具的使用场景其实很重要。就以我来举例，平时上网工作中碰到的内容其实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：好用的一些在线工具，喜欢的博客、网址导航、一些资源网站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二类是优质的内容，工作、生活或者学习自己碰到的一些需要的内容，一些干货。第三类是可能一些会404的文章，或者一些付费内容暂时可以看，但是过段时间就不能看了，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网络问题，过段时间就不能访问了。你应该懂我什么意思。最后一类其实是一些文章或者分享中的只言片语，觉得对我很有启发，我需要将它们摘抄出来，基本上就是这4类。那对于这些内容、这些资源、这些文字，我是怎样管理的呢？首先，对于第一类，我喜欢将它们保存在工具栏上，比如看这个资源导航。很多人喜欢将平时看到的文章内容也保存在工具栏上，我刚毕业时就是这样做的。然后工具栏文件夹中的文章链接非常多，但是99%的文章就再也没看过，甚至也不方便找，很难找出来自己想要的。对于第二类，应该是我们平时碰到最多的，可能是因为工作或者生活需要搜索到的，也有可能是信息流阅读到的。对于他们，如果可以，我会采取印象笔记的检藏功能来收藏。这是印象笔记的一个浏览器插件，它可以一键将我们的网页检藏下来。比如这篇文章，看这里，检藏功能很强大，只要一键，然后可以改变检藏的范围，检藏整个页面，或者只是文章摘要、屏幕截图，都可以。也可以对检藏的图片进行标记，可以更改文章的标题，也可以对该文章打标签。回车，然后保存检藏，这样整篇文章内容就保存到我们自己的地盘了。不管以后别人的文章图片挂了，还是整篇文章删了，都不影响我们在印象笔记的阅读。甚至以前我会用这种方式来备份我的博客，每发布一篇文章都将它检藏下来，当做文章备份的手段之一。但这个月我的会员过期了，流量不够用，所以就没有继续了。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老郭种树，这是我的大本营，内容更加丰富。我的编程笔记、建站和当站长的分享，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及经验教训、赚钱案例等等这些。对于第三类内容，其实也可以用印象笔记来检藏，但是用过就知道，这检藏功能并不是很可靠，有时候检藏下来整个文章格式排版全乱了。比如这个回答，我准备将它检藏下来，整个范围都是对的，将它雕龙小记保存，去印象笔记中看一下。尴尬，我好像找错例子了，整个回答都检藏的挺好的。我印象中知乎的检藏是有问题的，但确实有这种情况，就是检藏的文章排版会乱。然后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，每个月60兆的流量是不够用的，单条笔记25兆也会影响我们的使用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有2种方法，要么将整个网页都下载下来，然后就可以离线使用了。我上个视频分享过这种方法，等会儿我会将视频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。但是这样有点缺陷，就是下载收藏的内容不能参与印象笔记的统一管理，这样的文件在本地很容易丢失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以附件的形式将该文件保存到笔记中，可能是一个方法。但这样还是有缺陷，因为该文章的内容不能参与到印象笔记的搜索、检索当中。要知道，印象笔记的搜索功能是很强大的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将整个文章截屏成图片或者 PDF。印象笔记的搜索功能是可以搜索图片中的文字的。这里我将文章内容截屏成图片的插件是它，可以捕捉整个页面，就算内容超出，也可以滚动捕捉。这个插件的基本使用很简单，可以直接选择捕捉整个页面，就将整个页面截图下来了。或者也可以选择区域范围，捕捉选定区域，然后我们自己来控制，选择好你要截图的范围，
然后往下拖动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将我们选定的范围捕捉下来。然后保存的格式有2种，可以是图片，也可以是 PDF， 甚至可以复制到剪切板中或者打印出来，保存为图片，保存成 PDF。 虽然印象笔记不能导入 PDF， 只能以附件的形式存入，但是图片却是可以的。如果这样看着不舒服，我们可以将图片存入到印象笔记中，拷贝这张图片，然后将它在印象笔记中粘贴，这样这张图片就到了印象笔记中。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关键字搜索找到这张图片，比如这里的服务名称查看，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。和上个视频中的插件一样，如果你不能在线安装，等会儿我将它打包下来，可以使用离线安装的方式来安装。至于离线安装的方法，我在上个视频中演示过，步骤很详细，这里就不分享了。离线安装包在视频的下方描述中。对于第4类，其实我现在自己也没找到很好的方法，暂时只是用锤子便签来保存分享，就这样将就着用吧。主要锤子便签能够将文字内容生成图片内容，这点功能其实做得很好，生成的图片比较简洁，而且整个 UI 设计的比较正式，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二维码之类的。对于这种内容，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保存方式还是输出，在自己写文章或者写博客的过程中将它们引用出来。所以我准备在以后的视频中，每个视频的片尾都加上这么一句话，我比较喜欢的一些句子，希望对你有启发。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。其实这个视频标题很难取，因为主题也不太明确，很难让它参与到搜索引擎的 SEO 中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干货比较多，踩过一些坑才形成这样的一个体系，感觉是比较有价值，所以最后还是录制了。如果对你有用的话，记得点赞或者转发支持我一下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雕龙小记。好的，拜拜。